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国家注册中医针灸医疗师和注册中医调剂师吉米。在那个灵枢顺利当中提出说，所谓的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，意思就是说，医术高明的医生在尚未发生病症时就开始进行预防，而不是在病症发生后才进行医治。这也将是我所有内容的主线。我将从四季养生、针灸技术，包括针刺和艾灸穴位保健、药食同源等方面进行分享，帮助大家治胃病。如果你也对中医养生感兴趣对中医的经络、针灸、药食同源感兴趣，也希望获得一些中医的知识来呵护自己家人，那请订阅我的频道吧，你一定会有收获。感谢大家耐心听到我说到这里，接下去我们直切主题。今天我们聊聊怎么简单3个步骤来调理胃部的不适，它不用剂穴，不用辩证，通过3个简单的步骤就能够调理胃部的各种不适。为什么要从胃讲起呢？在《素问五脏辩论》中说到，胃者，水谷之海，六腑之大源也。五味入口，常于胃之以养五脏气，气口益太阴，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。意思就是说，胃是贮存饮食的器官，是化生营养物质来充养六腑的源泉。胃使五味从口进入胃后，经脾的运化舒转，而滋养五脏之气。所以五脏六腑的水谷精华都来源于胃如果一个人能够胃不好，他的消化能力强，基本上他的生命就很强。但是现代人因为工作的压力、工作的节奏太快、饮食不规律，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有了各种胃部的不适，比如胃部的隐隐作痛，甚至还有灼热感。胃痛的突然发作，遇寒痛这种会更加加剧胃胀伴随着胃痛、恶心、反胃，甚至有呕吐。好，这已经是个常见病，有的可能还看过西医，类似于浅表性胃炎、糜烂性胃炎、萎缩性胃炎、慢性胃炎等等。中医有很多的方法呢，可以来调理胃病包括艾灸、针刺、吃药等等。但大家会有个刻板印象，说中医的见效比较慢。那有没有又快又好的中医的方法能够立竿见影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这个方法就是气血疏通法。它跟我们其他的方法不太一样，它纯自然，不用吃药加重身体的负担，它操作简单不用积穴道，简单几步就能操作，它效果明显，几分钟就可以见效等一下大家自己可以去上手练一练看看效果如何。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就是打通经络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在以前的古人是怎么调理胃部的不适？那是因为古人他抓住了经络的重点的调理方向。经络是什么？经络就是我们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，内连我们的脏腑，外达我们的四肢百骸，它不可不通。那它主要怎么做呢？它都是采取的是气道口的曲类比象全息对应的方式，通过去点按我们的四肢上的这个玄气点，给我们的身体病灶气血打出一条通道来。那它也是最直接的去疏通我们的病灶，让我们的病气去自行的排出。所以这个知道我们在祛病的时候是不会来损伤我们自己的正气的。那今天这个方法，不管你胃有没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，你都可以拿去进行尝试跟调理，因为它还可以给你进行去检查，看看有没有这个隐患。如果有这方面的不适，可以直接用这个方法进行医治。感谢你一直还在建议一定要听完，因为最后还有调养胃部的轻功的秘方来分享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讲解。第一步，确定病症，我们要知道自己要解决什么的问题这个简单，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来调理胃部的问题。我们以后还会教大家调理其他部位的方法，比如肝部、胸部、脊椎、颈椎等等。好，第二个，找堵点。根据病症的全息反应点，我们要知道它堵在哪儿，这个堵的地方就叫堵点。那胃痛当然是在我们的躯干段的胃区不舒服。那我们在寻找堵点的时候，在什么地方找呢？我们在小腿上找。你没有听错，我们就在小腿上找。你可能会问，小腿这里面怎么会就成了堵点这里真的要佩服我们的祖先，通过几千年的尝试，发现人的身上有很多的全息反应区，小腿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以后我们还会讲其他的全息反应区，比如耳朵、手掌等等。什么是全息的概念？我们的小腿上包含着你的躯干段的所有的信息，你身上的这些躯干段所有的病症都可以在小腿上面找到它的压力点，或者叫做阳性反应点，我们称之为经络的阻塞点，简称
堵点。好，找到堵点之后，我们走第3步，找气道口排放病气。什么叫气道口？我们的气道口就像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排污口啊。所有的气道口呢，在哪儿呢？基本上都在我们脚上不同的部位，根据我们的不同要调节的器官。所以胃的部分就在我们的脚上啊，脚背上。等一下我们来演示。接下去你要做的就是用工具或者用手指，用一定的手法来点按气道口，原则是轻柔啊。这个时候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，比如气道口会有风感，身体会有热感，但是它会有冷感。好了，这方法我讲完了。你可能会问，就这样吗？是的，就这样讲完了。所以大道至简，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论。为什么有病？因为在小腿上堵了。但我们怎么去排这个堵？我们要在脚上的气道口去做文章，也就是打开气道口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可以不管你是胃阴不足，还是胃寒，还是胃湿，还是胃热，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排污口把这些邪气给它排出去，就 OK 了。做完整个步骤大概需要2到5分钟啊，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堵点，再看一看刚才那个堵点的位置还疼不疼。如果操作正确，应该痛感消失或减弱，而且胃部应该感到舒服。如果还痛，可能说明你的气道口按得太狠了，这样的话它就不太容易打开，因为你全身没有放松。好，我看到你好像还不太相信的样子啊，这跟我当初学习的时候一样的感受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动手来试试吧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欢迎回来，接下去我们将演示怎么找到我们的堵点并进行调理。好，你接下去需要准备几样东西。第一，拿一支笔，能够在你腿上做一些标记。第二的话呢，找一个空旷的地方，能够把你的腿展开。好，你看到这边，大家看到这边有3个点，1、2、3。好，拿出你的笔，首先在你的踝关节这个地方，你会摸到有一个凹陷处，在踝关节啊，从这里高点上来，踝关节这边有个凹陷处。好，你在这边做个标记。然后的话呢，在你的膝盖下面这个点，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边沿，有个膝盖下沿。你这么手动你就在这里摸，在这样的话，你就能明显看到这边有一个边缘。好，把这地方做个标记。然后在这2个地方我们找中点，把这连线。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就用双手去连接之后，在当中的地方我们做个标记。好，这个标记就是所谓的胃部在小腿的全息反射区。然后的话呢，接下去你用手用笔的反面或者用工具，在这个反射区的上面和下面进行点按，看看哪个地方对你来说是最疼的。好，记住那个点。好，假设我们在这里把它记住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开始要找到堵点之后，好，大家说阿姨我感觉不太准，我上一点下一点可以吗？没问题啊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你只要找到你那个最痛的那个点，在这里你做一个标记，把它就确定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那个堵点啊，这就是你的胃区，你的胃部区，在你小腿上的堵点。好，再说一遍，找到凹陷处，找到下沿，中点连线处。好，这个地方要记住，这个地方我们有个大骨头，这个点不在骨头上，是在骨头上的外沿，在外沿，它不在骨头上，在外沿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在骨头上就不对了啊，一定是在骨外骨的靠小拇指的地方，你的外沿。我用的是右脚啊，大家其实都可以用你说我用另外一脚可以吗？也可以，另外一脚都同时可以做吗？都可以，但是我建议先从一个脚做起来，啊，同时的话要记住它靠是手脚桡端就在你的这个小指脚的外面。好，就这个之后，我们就找到堵点了。接下去我们来演示怎么找气道口。气道口的话呢，你在第3指的外面跟第4指的交界地方，在这地方有一个凹陷的地方。好，你这里用你的手指
或者用工具朝第三指外面的方向轻轻的揉按，轻揉。这里是以轻揉为原则啊，千万不能把这个按疼。哎呀，你说我这里很疼，能不能再按重一点？不行，你要非常轻柔，以轻柔无痛为原则进行揉按按压，朝第三指外面的方向进行揉按。时间的话呢，操作2到3分钟啊，问题就不大。在你揉按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区域，你会感觉到，我以前操作的时候会有同学感觉到这边有风感啊，这有风从这里排出。还有人在这里的话呢，在这里会感觉胃会变凉，脚会变热。然后呢，也有时候胃开始变热，脚变凉。好，说明这个就在胃里面，根据你的症状，胃热或者胃寒就移到了脚上的部分。好，那个时候你就进行这样去操作。好，然后点2、3分钟之后，刚才讲了，回到这里再去看我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。欢迎回来，不知道刚才的演示大家能不能跟上，有没有进行操作？看看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啊。如果觉得效果好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视频跟你的朋友、家人转发也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好，这边也开始分享今天的这个福利的我们的福利。